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说真的，看着现在的股市每天都在刷新历史高点，你心里是不是也正经历着一种剧烈的拉扯？一方面，你超怕一个突如其来的崩盘，把账面上的获利瞬间全扫光；但另一方面，看着大盘这样一路狂飙，你又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天大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聊的核心，到底要如何在这种快让人窒息的极端市场情绪中保持清醒，并且真正把财富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我们来掏心掏肺讲一下，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被错失恐惧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FOMO， 给死死掐住的感觉？每天看着新闻播报，身边的人靠着 AI 标股啦、科技巨头啦赚得盆满钵满，你是不是也忍不住想把手头上仅存的现金全部 all in 压进去，生怕自己成了全天下唯一一个没搭上这班财富特快车的傻瓜？我懂哦，这种心里痒痒的拉扯感真的非常真实。但你要知道哦，正是这种情绪在背后偷偷把市场推向了最危险的极端。一般来说，面对这种被称为疯狂第五波的极端大牛市，市场上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绝大多数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散户，会在这个时候直接把大脑里的风险雷达关机，选择盲目跟着群众一起嗨。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逆向投资者，你的视角会完全不同。你会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当街头巷尾都在贪婪买进的时候，这个看似热闹无比的第五波市场，其实骨子里已经脆弱到不行了。听好喽，这非常关键。如果你继续让这种 FOMO 情绪来自动驾驶你的决策，把投资完成一种跟风游戏，那你几乎注定会成为华尔街屠宰场里那只最肥美的待宰羔羊。当这场派对的音乐无情的戛而然止，泡沫终究破裂的时候，那些在大机构准备撤退时傻傻提供出场流动性，也就是站在高点帮大家买单的接盘侠，绝对就是这些盲目跟风的散户。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学怎么避免成为那个最后关灯的人。那要怎么跳出这个散户陷阱呢？这就必须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也是带领我们进行思维典范转移的灵魂人物——约翰·岑伯顿爵士。他原本只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穷小子，后来却凭借着对心理学和几率的超强敏锐度，一路成为耶鲁和牛津大学的顶尖学者，更被公认是20世纪全球最伟大的选股大师之一。关于这点，真正有趣的是什么呢？大家听好这个数字，14.5%。这是他亲自操盘的坦伯顿成长基金，在长达38年的岁月里所缴出的年化复合报酬率。你想象一下，将近40年的时间哦，中间经历了多少次经济衰退、世界大战，还有市场崩盘，他居然还能稳稳保持这么惊人的获利。这绝对不是靠什么新手运，而是背后有一套极度严谨，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冷酷的投资哲学。而这套哲学的灵魂，就浓缩在他这句在华尔街被当成圣经的名言里。这也就是他最传奇的极度痛苦原则。坦伯顿一再强调，当整个市场弥漫着极度悲观的气氛时，别怀疑，那正是买进的绝佳时机。反过来，当市场洋溢着极度乐观，大家都处于狂喜状态的时候，那就是你该打包走人的信号了。他完全看透了群众心理，把别人最恐惧或最贪婪的时刻，直接反转成自己最精准的进出场武器。光说不练假把戏，对吧？我们直接坐时光机回到西元2000年，来看看这套原则在真实的血肉战场上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当时的纳斯达克可以说是陷入了疯狂，各种网络科技股泡沫越吹越大。那时候，无数间连1毛钱营收都生不出来的网络公司，估值居然被炒到外太空去，整个市场陷入了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极度狂喜。但坦伯顿没有跟着瞎起哄，他甚至没有盲目的去放空，他是在找一个结构性的破绽。他敏锐地盯上了所谓的内部人禁售期。他心里很清楚，那些因为市场狂热而估值飙上天的科技股，一旦禁售期结束，那些早就想数钞票的贪婪创办
办人和早期投资者绝对会在法律允许的第一秒钟毫不犹豫地疯狂到货套现。他的狙击手法真的堪称艺术，完全没有乱枪打鸟。他像个冷酷的狙击手一样，精准锁定了不多不少，刚好84档科技股。这84家公司都有个致命的共同点，他们当时的股价都已经被炒到超过 IPO 发行价的3倍以上，而且大股东的禁售期在短短几周内就要解禁了。你想想，这根本是一个极度高估加上超级卖压的完美风暴啊！结果呢，当禁售期一结束，排山倒海的卖压瞬间就把这些公司的股价给压垮了。从数据上来看非常震撼，他放空的这批股票里面有一半的价格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腰斩再腰斩，暴跌了超过 95%， 股价从高高在上的$40无情地摔到了只剩$2。这就是纯粹的冷酷逻辑，硬生生战胜了市场非理性狂热的最佳证明。这场史诗级大做空的结局是什么？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坦博顿轻轻松松就把将近1亿美元的暴利给抱回家。当网络泡沫破裂，无数散户在天台排队倾家荡产的时候，他老兄不仅毫发无伤，还非常优雅地从这场毁灭性的市场第5波中全身而退。好，看完了怎么在极度乐观中高歌离席。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向天平的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当市场陷入极度悲观的时候。时间拉回1939年，那可是第2次世界大战刚爆发的动荡年代。当时全球市场简直是吓疯了，投资人像逃难一样疯狂抛售手上的资产，整个华尔街被绝望的乌云给笼罩。但你猜怎么着？对坦博顿来说，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100年大买点。在那个大家满脑子只有恐惧，只想把现金藏在床底下的时刻，他做了一个超狂的决定。他跑去借了1万美元，一口气买进了104档股价跌破$1美元的水饺股。最猛的是，这里面有34家公司在当时根本已经宣告破产了。他真的是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弯下腰来捡那些被无情错杀的钻石。这完美的印证了一个道理：当市场情绪跌到极度痛苦的谷底时，只要你敢迈进资产的内在价值，威力是无比巨大的。随着时间过去，经济慢慢复苏，他当初买进的那些被当成垃圾的股票迎来了大爆发。他借来的那1万美元，最后整整翻了4倍，变成了4万美元。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极端恐惧中还能保持大脑清醒的人，才能赚到真正的大钱。故事听完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我们要怎么把坦博顿爵士这种神级的逆向思维，变成我们今天在市场上防身赚钱的武器？你必须在自己的脑袋里建构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心理护城河。为了打造这道防御群体非理性的护城河，我们帮大家整理出了一个超级实用的3步行动计划。第1步，找出市场的结构性破绽。第2步，平常就要建立好危机观察名单。第3步，永远对市场保持知识的前训。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首先是步骤1，当市场因为 AI 啦，或是什么当红炸子鸡题材每天都在乱喷大涨的时候，千万不要催眠自己，这次不一样。坦博顿警告过，这是投资史上最要命、最昂贵的5个字。你要做的是像个侦探一样，主动去抓出结构性的破绽。比如说，你去查一下那些被炒到飞天的公司内部的高阶主管是不是正在偷偷大卖自己的股票。当股价严重偏离基本面，而内部人又急着拿钱跑路时，这就是你该果断获利了结，甚至反手寻找放空机会的绝佳讯号。再来是步骤2，建立危机观察名单。大家可以想想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坦博顿是怎么做的？当时全球恐慌到极点，但他却异常冷静地盯上了被市场无脑抛售的航空股。
在股市重新开盘的那天，只要是优质的航空股暴跌超过50%，他就毫不手软地进场扫货。结果短短半年内，这笔交易就帮他赚进了24%到72%的利润。这告诉我们什么？你平常就得在口袋里准备好一份优质资产名单，这样当地缘政治这种黑天鹅飞出来，市场发生非理性崩跌的时候，你才能气定神闲地进场捡便宜。最后，也就是最难的步骤3，保持知识的谦逊。坦伯顿爵士非常清楚，人类是绝对不可能完美预测未来的，所以他给自己定下了极度铁血的风险管理纪律。比如他非常有名的11天法则，如果他放空一档股票，到了第11天股价居然还没跌，他就会立刻摸摸鼻子回补平仓认赔，绝对不跟你死磕到底。更厉害的是，在做任何重大决策之前，他都会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冥想一下，把大脑里的贪婪跟恐惧给降温，确保自己每一次出手都是出于冷静的逻辑，而不是一时冲动。好啦，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尾声。面对现在这个充满诱惑，同时又让人心惊胆跳的市场，选择权其实一直都在你手上。扪心自问，当下一次市场派对的音乐戛然而止的时候，你是要继续当那个被FOMO情绪绑架，最后留下来洗碗付账单的散户，还是要运用坦伯顿的极度痛苦原则，成为那个保持冷静，在狂热中优雅转身，在绝望中勇敢出手的赢家？希望今天的深度解析能为你接下来的投资决策带来一点不一样的火花。我们下次见喽！